欢迎来到派学院频道。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点击点赞、订阅和小铃铛，这真的很重要哦。很多已经通过 KYC 已经映射的先锋都会不约而同地问：派全球转化器能让我们变现吗？派与法币应该可以自由转换了吧？关于这个问题，派妹从最近项目方的一些资料中得到答案。在封闭主网期间，派主要以易货为主。派全球转换器在半封闭主网期间先对商家开放，正式主网之后，就针对全球所有先锋开放了，有了一个随时随地把派与法币自由转换的全球转换器。到了那时，你还用担心如何把派变现吗？说到派全球转换器，自然离不开价格问题。最近派的共识价格已经到了31万，大家不约而同地怀疑起自己的认知。先锋们也非常想知道，派币易货交易真的能实现31万的价格吗？31万的价格用什么来支撑呢？先锋们这两个重要问题，一位著名的区块链研究专家辉哥详细地解答了先锋们的疑问。下面我们一起听听这位区块链专家辉哥的录音，题目是派生态系统和货币转换器将是派价格的两条护城河。商城上线，这里易货也好，购买服务也好，那么一定有商家之间是标价是有差别的啊，然后国与国之间的平台也会有差别。那么这个差别很快就会达到某种平衡，因为这个低价的话流量少，没有生意了，慢慢就会平衡。靠市场去博弈，也靠我们去为派去做赋能啊，提高共识。那么共识越高，那么它均价越高。那么派这个生态系统呢，这个我们讲商城这个板块，或者是做服务这个板块啊，那么这个板块是要用派去买的。我们去派买东西，这个上下游的一个链条全部打通之后，就形成了一个闭环。我用派去买东西，我收到派之后，我又去进货，进货之后我又拿来卖，那么就这个自循环系统，这个派的循环系统就形成了。那么这个系统就是一个生态的王国，它自己循环起来，那么就会这个币价稳稳的支撑在一个水平上面去。我举个例子，我们法币的时候，比方说这个李小姐是卖服装的，她今天拿了100块钱到理发店去理发，理发店师傅收了100块钱，然后理发店师傅呢又去买米买了100块钱，买米这个粮商呢收了100块钱又去买肉，买肉的人呢买了100块钱又去买衣服，买衣服这个小李呢可能过下个月半个月以后又去理发，那么作为理发店的师傅就收了2次200块钱，那么周走了2次。那么我们这个派的系统也是这个原理，就是在这个系统里面不断的循环啊，这个循环，那么价格就稳定在一个基础上，稳定在一个水平上，就形成了一种良性的闭环。那么这个派的生态系统呢，这个系统我们有个封闭期，这个封闭期商品商城的价格统一之后，在稳定在一个水平之后，那么我们的开放式主网就能放开，这时候我们的货币兑换器就会起作用，货币兑换器就会开始工作。那么这个货币兑换器来讲，那么它有2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呢，就是起作兑换各国法币的作用，兑换各个数字货币的作用，就是让派有一个出口，有一个对场外资金进来的出口入口。那么派变现有一个出口，那么这个出口是通过这个货币兑换器打开的。那么这个货币兑换器非常牛，为什么非常牛呢？因为它可以扫码支付，一键兑换。那么一键兑换各国的法币，你在哪个国家收到的都是当地的法币，是一个货币兑换的作用。第二个呢，它是一个价格支撑的手段，它的价格会和商城的价格会达到统一。那么这个货币兑换器一开始工作呢，那我们这个预言机是什么呢？就是一个采集各个商品各个平台这个交易价格的一个软件。预言机发挥作用之后呢，每天采集的数据每天提供给这个货币兑换器，预计在我们的情报系统里面每天会有价格，就像我们外汇汇率一样，公布给大家一个派是多少，可以兑换多少美金，兑换多少人民币。
这个可能会在派的情报里面展示给大家，大家就心中有数。这个货币兑换器一定是有这个功能的。至于这个功能呢，是叫第三方开发呢，还是我们自己派的团队开发，那么我就不得而知了。那么这个系统非常强大，能够实时报价。那么有这个系统之后呢，我们的派友要变现，那就不会去跑交易所去变现了。为什么呢？你到交易所变现的话，那么你可能转账错误，派转错了。第二个，你要转账费用。第三个，你还要交易费用。最后，你还要通过交易所的 OTC 平台变现的话，还要付费用。那么 OTC 平台经常是不合法的，这个是场外交易不合法的。那么这里就巨大的一个法律的风险，还有一个费用很大，所以大家肯定是不会跑到交易所去变现。派妹在这里想问一下辉哥，你认为生态价格和 Pi Network 的全球兑换器是派币的两条护城河，那这两条护城河是如何保护派币？如何把派币的价格维护一定水平，支撑派币在一定水平上的呢？比方说交易所它要砸盘，那么我们一定是有场外资金会去买入，如果砸的比兑换价还低，那么它一定会有场外资金会买入，把这个价格推高到我们的货币兑换价，推高到我们这个商品的统一价格，一定会去推高它，一定会买入，大量的买入，所以这个我们不担心被它砸下去。第二个呢，交易所呢，如果想把这个捞高，把这个派在交易所上拉高出货，那么它也做不到。为什么呢？因为它拉高出货的话，要有人来接盘。那么这个接盘的人一定不会去交易所去接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货币兑换器的价格比它低，那么肯定会到货币兑换器这里去充值买入派，而不会跑到交易所那里去。所以说交易所想往下打，往下抛盘，往上拉升，它做不到。所以说这种机制的话，就是一个护城河的机制，那么让你交易所等于是望派兴叹，你做不了什么事情，那么基本上我可以把你交易所扔一边去啊，你做不到，你即使开通合约也没用。所以说我们这个货币兑换器的统一价格跟我们商城的统一价格，这两个东西就是一个护城河，把我们的派价格稳定在一定水平上，不让炒作的资本来炒作。为什么呢？他如果交易所把价格拼命往下打，会不会造成我们这个派友手上的派感到恐慌，然后会恐慌性抛盘？不存在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他如果往下打的话，我们兑换器的价格高，那么兑换器这个被保支付的话，它的储备金是非常充分的。还有一个是货币兑换器是第三方支付公司在运营这个事情。那么第三方支付公司给大家兑换各国法币的时候，这里面沉淀了很多的资金。这个资金的话，你要什么元都有，像美元、日元、人民币啊、欧元什么都有，它里面沉淀了很多这个第三方支付公司的资金，这个体量是足够大家来兑换的，不存在兑换出问题的问题。所以说根本不要担心。所以第一个它打不下去，第二个它拉不起来。所以说我们尼古拉博士团队封闭式主网非常好的一个设计。那么这个价格稳定之后，那么我们的派就非常牛逼了。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很稳定的一个标的物，而且是逐渐价值逐渐上升，价格逐渐上升的一个标的物。那么资本看到眼睛会红的那么各国的央行啊，还有做法币啊，还有做国际贸易啊，都会持有它都会用它来做交易的媒介。所以说这种机制是非常好，这个封闭式主网，还有这个货币转换器。另外一个就是我个人分析，那么比方说你通过这个货币兑换器，你想入金，比如说我对人民币去兑换派，那么你人民币兑换派那么你这个账户一定是要下载一个派的情报的。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派的情报？因为派是 KYC 的，是实名认证，是可以追踪的。如果说你不下载一个情报，不进行 KYC 的话，意味着我们的派的系统放开了一个口子，让你做坏事这是不存在的。那么你一定是要先下载一个派的情报，那么进行 KYC， 你才能进行买入这个动作。这个动作一实行的话，那么派的用户量又会爆发式的增长。
所以说派只能是矿工越来越多，用户越来越多，系统越来越庞大。那么矿工越多，用户越多，系统越来越庞大，生态越来越多，那么它就是一个很牛逼的一个系统，像一个银河系一样的，各种生态都在里面。那么可以想见，将来这个作为派公链上的唯一的一个通证，这个派币的话，那么是多少值钱？为什么多少值钱呢？因为它是一个股权，是我们沃伯商派公链上的一个股权，是一个叫做币股同群。因为只有这个股权才会值这么高的价格，因为它是一个股权的溢价。这个股权的溢价，那么100倍也可以，200倍也可以，1000倍也可以，甚至10000倍也可以。大家对比特币是不是有印象？2600多万倍，瑞波币也是2000多万倍，还有很多币都是3万倍。那么做我们派的这条公链，它的倍数肯定是不低的，因为它是一个股群就是有溢价的功能，而且它这个派是这个数字货币是全球流通的，可无性分割的。那么它带着这个特点的话，那么它的溢价效应是肯定是不低的。所以我们就解释了为什么派的价格会这么高，就从这里可以得到解释。所以说我们这个派的系统，派的生态系统和转换器是非常非常完美的一个设计。这个设计的话，就是派的价格的护城河，会把我们派的价格稳定在一定的水平上，让场外资金，让交易所没有炒作的机会，没有炒作的机会，那么我们就是一个自循环系统。那这个自循环系统呢，那就是把派作为一个真正的钱在全世界流通起来那么这个就达到完胜的效果。我们有这个派就是非常荣幸的，尼古拉斯该想到都为我们想到了。只有这些高智商的尼古拉斯博士团队才能创造这个派的系统，创造这么牛逼的一种机制。空气币，那么交易所那些项目是完全是不可能左右我们这个派的系统的。对我们拥有派感到歉羡，有矿工这个身份，我们真的是很荣幸的一个事情。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感谢收看。如果觉得派妹今天的视频还不错的话，麻烦给点个赞，留个评论，转发吧。我们下期再见。